因此沙德尔未来更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，但距离尚远，最终走向是擦边还是影响落点，仍取决于副高的强弱与位置变化。我去上班了，摊着水上班的。做排水防洪的时候，加强一下排水系统就好了，不然也不至于下2-3个小时、4个小时就淹成这样了。这两天的这个理赔肯定，保险公司的人员要忙疯了吧？8月18日凌晨，昆明主城区遭遇短时强降雨，12处路段临时断交，消防接警53起，营救转移47人。暴雨中心在城东金马立交、董家湾、菊花村立交等多地积水严重，有车辆强行涉水后直接趴窝。有市民调侃，再下一场雨就能重现500里滇池。但更多人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：昆明雨污分流改道累计投入约53亿元，官方称覆盖率提升至89.85%。为何暴雨一来，路面还是照淹？工程数据与市民体感之间的落差，是这场暴雨冲刷出的真正考题。10几年前就在淹的路段，今天还在淹。你觉得城市内涝治理的验收标准应该看工程指标，还是看暴雨天普通人能不能顺利到家？河北最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预计18日傍晚到前半夜，张家口南部、承德、保定、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，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，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还没有正式生成，路径之争却已经提前引爆。现在有预测认为，它后面可能一路北上，朝着日本、韩国方向而去。但是也有模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剧本，这个台风仍然可能一路向西扑向中国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沙德尔真的转向中国，迎接它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？因为此时此刻，大半个中国依然沉浸在水患的风险之中，没有复原。河南前一轮洪灾还没有真正消化，真正强降雨又要连续下5天。昆明遭遇罕见极端暴雨突袭，春城转眼变泽国，水淹最深的地方居然高达7-8米。而在东北，黑龙江第2号洪水已经出现，暴雨还在持续。先来看最让人意外的昆明，从8月17号半夜到18号凌晨，昆明遭遇强降雨，这场雨来得非常突然，而且短时间内雨势迅速增强，多地出现积水。有气象监测站在短时间内录得非常高的降雨量，
灾害本身有自然因素，但是灾害造成多大的损失，很多时候也考验着一个城市的应急能力。昆明海军水陆两栖战斗汽车队，他们披荆斩棘，乘风破浪，展示了昆明作为内陆城市却依然强大的水上作战能力。全城济南，全甲天下，浩克山东欢迎你。家人们，你看一下，这车里面，这个算不算是被水淹了？看一下到底多少车被淹了。如果说昆明是突然遭遇暴雨，那么河南面临的是更加令人担心的创伤。因为河南此前的暴雨造成河南多地严重洪涝，甚至出现3地堤防溃口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之时，新一轮强降雨又来了。从17号晚上开始，郑州、许昌、三门峡、洛阳等地都可能迎来新一轮持续5天的降雨。部分地区可能伴随雷暴、大风。面对刚刚经历洪灾的河南，意味着什么？我真服了，连乞丐都要挑天气出去要饭，我却每天风雨无阻来上班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算一算，还不如拿个碗和丐帮做个伴。你负责哭，我负责喊，咱买点炭，也应该能破完。2026年8月18号周二，河北省邯郸市永宁区下大暴雨了。8月18号晚上7点40，心想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正在外边散步，淋了个落汤鸡。
我们再把镜头转向中国最北方，8月17号，黑龙江正式出现2026年第2号洪水。而就在第2号洪水出现之后，黑龙江东南部、吉林东部等地又出现强降雨，部分地区甚至大暴雨。这就意味着黑龙江目前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组合：洪水没有完全退，新的暴雨又来了。还拍个抖音，你们都压了嘞！看这都压了。手机进水了，刚才。我刚才完了，熄火一个。握到一个。没有握也去。这个响了都不是好响。大哥你真猛，勇士啊！大哥你是勇士，裤子给我干净湿。哎呦我操！又来个勇士，这不勇士，纯勇士吗？北岸116号楼下啊！我这裤子直接给我干灌包。你开直播的呀？啊！来，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没亮灯牌亮灯牌吧。来个墨镜，你告诉我去哪号楼，我溜达去，不然我这冒这大风险，我还逼泡尿。我还想上厕所，你这么大风险，给我来个墨镜，我找个厕所去。吃胶啥都过去了。后面又积水了吧？来个墨镜，然后我上个厕所去。我把手机扔着，然后你去海鲜店呢。我一会儿摸条小龙虾，完了再喝点，一会儿能看到烈士，那哪是烈士，那是壮士。那何止是烈士，那大哥真猛啊！那都摸车头了，我够苦的了，我都没敢走，我把车停那儿了，我都没敢走。那又淹了，东北被淹不正常吗？等那车过去，咱俩就过去啊。你看那天上去干嘛？下雨，这地方就成灾了。瞅一瞅，都过不来。看看这水老深了，这他妈的坐车都下不来车，公交车司机老像样了，都给你找能站脚的地方让你下来。瞅一瞅，哎天哪！除了河南和黑龙江，华东的太湖也值得继续关注。此前多轮强降雨之后，太湖水位持续处于高位，流域性洪水风险仍然存在。浙江、安徽部分河流此前也出现过超警洪水，这意味着华东同样面临一个问题：前期洪水还没有完全消化，后面的降雨又来了。所以现在中国的灾情是：北方有洪水，西南有暴雨，中原洪灾未消，华东水位仍高。而接下来这个海上的变数，可能决定未来几天中国部分地区的风雨格局。
不过在进入台风最新消息之前，先来看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分享。来自美国的语音反馈，他的妈妈76岁了，服用了普瑞堂玄宝黑参后，精神和气色都有很大的改善，而且还夸赞黑参的口感很好，吃起来软糯可口。他的妈妈让他继续下单购买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，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海上。现在最大的悬念还是在海上。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的热带扰动正在发展，如果后续条件成熟，19号到20号前后，它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。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它会不会生成，而是生成以后它到底往哪里走。那么这个即将诞生的沙德尔，它到底有多大的能量？我跟你讲一个数据，你可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一个成熟台风的能量释放功率可以达到全世界发电总量总和的200倍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科学事实。它就像一个贪婪的饕餮巨兽，用它的螺旋羽带疯狂吞噬周围上百公里范围内的水汽，把海洋的热量抽取到天空，再以狂风暴雨的形式狠狠砸回地面。它的云墙顶端可以冲到1.5万米的高空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出整整1半。此时此刻，在西北太平洋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上，水汽正在疯狂汇集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搅拌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了沙德尔有多猛，但你最关心的肯定是它到底要去哪里，会不会登陆我国，这才是整个故事里最刺激、最扑朔迷离的部分。目前全世界的超级计算机都在冒烟运转，但沙德尔的路径预测简直比渣男的心还难猜。欧洲的模型认为它可能在8月20日左右达到1100帕以下的气压，并且朝着广东沿海靠近，登陆时的强度可能在9到10级左右。但美国的模型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剧本，他认为沙德尔生成后会在东南沿海盘旋，路径飘忽不定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这场大戏还不止沙德尔一个主角。根据最新监测，西北太平洋上可谓群魔乱舞。17号台风浪卡刚刚停边，而18号沙德尔和潜在的19号紫檀已经在排队等待生成，甚至不排除在8月下旬出现3个台风共舞的壮观场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沙德尔的路径会受到其他台风系统的藤原效应干扰，也就是双台风甚至多台风之间的互旋作用。这就好比一群醉汉在跳舞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拉你一把，最后的走向谁也无法精准预判。任何一个台风的位置，哪怕只偏差50公里，对于沿海城市而言，风雨影响都将是天壤之别。目前不同模型的预测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，有人认为沙德尔后期可能一路北上靠近日本、韩国，但是也有预测仍然保留向西靠近中国的可能。因为白海豚已经给大家上过一次课，当初白海豚早期预测也曾经出现过日本方向的可能，但后来随着大气环流的变化，预报路径不断调整，最后一路西移，直接影响中国。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白海豚呢？答案现在没有人知道。有时候预报可以告诉我们台风可能去哪里，但最后那个答案真的要等老天来揭晓。如果沙德尔最后真的杀向中国，那么他面对的将是一个已经被白海豚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中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最前线的最新消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